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通常情况下，大家在煮小米粥时都是直接加清水煮，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小米粥口感不佳。如果想要煮出香浓粘稠的小米粥，而且米油多，一定要学会今天这招，这可是粥铺不外传的秘诀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科学熬小米粥的方法，坚持看完收获满满。天气冷了，学会了自己在家炖一碗浓郁的小米粥，上面一层的米油，一碗下肚，胃暖暖的，真的超级舒服的。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是挑选小米，老一辈人具有经验，我家一直在种地，每年都出新米。用爸爸的话来说，陈米不如新米，更别说小米了。小米粥想要熬出油，第一个首要条件就是选择当年的新鲜小米，陈年小米放置时间过长，香气流失严重，根本熬不出米油。而且现在很多陈年小米都是经过加工，变得特别的黄，看上去颜色非常的鲜亮。一般这种小米是打蜡的，我们在挑选小米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手抓一把，在没有灯光照射的地方，看一下它的颜色是否均匀，颜色呈金色或者是乳白色，而且粒粒饱满，没有虫卵杂质。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小米。小米的价格不同，贵一些的小米，自然它的品种就好。现在我们往小米中呢，多加一些我家的自来水，将小米淘洗一下。在淘洗小米的时候，不要用手去揉搓，直接用自来水淘洗即可。揉搓的话，会让小米的营养流失。小米主要含有的营养是维生素和无机盐，这两种物质本身非常易溶于水，而且主要附着在小米的表层，所以这样轻轻淘洗一下就可以。跟着我们再将脏水倒掉，跟着再加入长浆水，我们将小米浸泡15分钟。如果你非常讲究小米粥的口感的话，那最好是清洗后浸泡够15分钟，这样熬成的小米粥软稠，有层厚厚的米油，非常香。当然不浸泡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口感略差，而且浸泡并不会损失营养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口砂锅，加入清水，煮小米粥最忌中途加水，所以水事先一定要加够，1:8的米水比例是最好的，这样熬出来的浓度刚刚好。锅的话，有条件的建议都用砂锅，因为砂锅保温性更好，同时受热会更均匀，能够让小米更快的粘稠。虽然铁锅的导热性呢要更好一些，但是煮出来的小米粥呢会发黑，影响口感观感。锅中水开后呢，我们再下入小米，将浸泡好的小米开水下锅，热气会促使小米以最快的速度开花，米油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很多人觉得小米粥之所以稀汤寡水，干熬不出油，就是因为冷水下的锅，凉水慢慢加热，小米的能量自然就得不到激发，自然就不香不稠了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香油，加油能够让小米的香味更加浓郁，还可以防止溢锅。同时还要添加1小勺的小苏打，搅拌开。小苏打能够促进小米中的淀粉吸水糊化，使淀粉粒外层的谷蛋白溶解于水，就能让粥更快的煮熟，还能让粥的口感更粘稠。这会就可以盖上盖子，慢慢熬煮了。展开以后，大火熬10分钟。掀盖子我们可以斜盖，留个缝隙，这样可以防止溢锅。家里条件好的，可以准备1块南瓜，去掉南瓜皮，去了皮清洗干净，我们将其切成厚片。最后再切成小丁。小米粥还可以加点南瓜一起煮。秋天呢，也是吃南瓜的季节，营养极高，和小米粥搭配更加的香糯可口。南瓜还有一点点的甜，这两种食材真的是绝配。大家煮小米粥更喜欢加哪些食材呢？南瓜呢，切成这样的大小就合适了。
更方便煮熟的同时，还能保持一点颗粒感，口感层次丰富，会更好吃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小米过得怎么样。我们用勺子把表面的浮沫撇出来，先用大火猛攻10分钟，这样能更快糊化，熬出米油。是不是这会儿的小米呢，已经很粘稠了？这会儿我们再把南瓜丁放进来，然后呢，继续熬煮20分钟。如果你的小米粥一直以来都是10来分钟熬好的，但我真的忍不住说一句，这么多年的小米粥，您算是白喝了。当然没有嘲笑的意思，只是觉得可惜，毕竟没有30分钟以上，小米粥最精华的部分根本出不来。先用大火煮沸，再小火慢熬，再加上熬制时经常的搅动，均匀受热的同时，才能把米油都捞出来，小米粥才能够达到浓郁浓香、顺滑的口感。这会盖上盖子，继续熬煮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小米粥，这会漂浮在表面的这层就是米油了，这就是小米粥最营养最精华的部分，可一定得保留下来。这会我们把枸杞加进来，再熬煮5分钟，那么我们的小米粥就熬煮好了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，万分感谢您了。熬粥时间稍微长一点的，肯定会比较粘稠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如果时间短了，米是米，水是水，水和米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，自然就不好喝了。所以煮粥时间上呢，也要多注意，粥想要好喝着急不得，而且整个过程一定要记得不定时的用勺子搅动搅动，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糊锅。熬好的小米粥盛入碗中，小米粥与其他不同，盛出来不要着急喝，静置10分钟左右，它会自动结成米油，这是小米粥营养精华的所在。小米的营养价值丰富，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，对人体健康有着重要作用。此外，小米还具有降血糖、降血压的特点，适宜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食用。因为小米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可以减缓食物的吸收速度，有助于稳定血糖和血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